帝君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这深更半夜的不去排戏，在这里晃什么呢？哦，那你帝君深更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吧，用我小人之心夺一下你君子之腹，我掐指这么一算，你是要去火德元帅宫里挟私报复吧？哼，没说话。看来我是猜对了。哎，堂堂的君子啊，这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小人，却不敢承认。当君子有好名声、好前途、好人缘，可唯一不好的就是受了气还得挤出笑脸。而当小人，百害唯有一利，那就是过得好。帝君意下如何？自作聪明，还不跟上？刺激！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。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演学天宫新制的灵鸡腿，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元帅他只是发糊涂了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只是个老小孩罢了。应元帝君，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。三天两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掌，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盐蛋给本君弟吃的，你就要打他80雷霆鞭，哼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，帝君，你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他要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胃作呕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有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收到。这不是番规军和我一起破的玲珑棋局吗？原来这兵书是以棋局为喻，暗合兵法。不对，这兵书毁了，那我这些天吃的苦不就白吃了吗？找到了，那就走吧。等一下。这本书也算是借过了，走吧。千载的光阴，6界之外，本君唯有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喜好，都不能保全吗？我不敢拍胸脯说我一定可以，但我可以勉力一试。你竟然能记得？当小仙的本分嘛。若兵书能卖的话，要5分成。
怪，我明明将与你下过所有的棋局都已经记下，那这一局是？这就是未完结的最后一章，无论何解都为何棋，乃4阶循环。若以兵法论视为拉锯战，这些年踏遍6界，寻访仙界凡间无数棋圣，终不得其解。你若了我遗憾，本君圆你一个心愿。真的？让我离开延续天宫也是可以的？凡本君力所能及的，不违天条，不伤他人皆可。不过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这看似白子是占优势，可若贸然消劫的话，便会自损16子。如若白子不自损，那么黑子也无法攻出。和棋，重来。再来。等一下。一子半指茶，白棋胜了。我赢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心崖。回玄心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到。还以为你的决心有多坚决呢。帝君的允诺也很值钱的。你可以多考虑几日。本君门下无徒，法器众多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哇，好大的鲲啊！说好了。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外传。这边也有啊！有了帝君的允诺，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，你却用来换这个。你若勤勉修习，日后便可参加晋升贺典，也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找对了靠山，一样可以看到美景啊，而且还是独一份的，这多划算！那你可要报警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啊！你这小人，加速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手。谁想抱你啊？这样的赐福我经历过千百次，直到今日，才知美景更胜银河。一点点仙力，就可以让人如此快乐。
给谁的？秘密。秘密。屁是没有见过赐福的微末小仙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你干嘛？还给我！本君可提醒你，修仙之人不可有情。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龌龊？这是给芷溪的。你们神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天庭既然不让有情，那像那些去凡间历难的仙官，那帝尊肯定管不了他们了。等以后我下了凡，情劫本就是历难的一部分，知晓情爱之苦，放下执念，才能无欲无求，只求苍生。本君劝你，最好不要自讨苦吃。你动过情吗？自然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？深夜擅闯天机阁，是何宫何殿所派。所谓何事？哇，他们自尽了。他们不会是魔族派来入侵的吧？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没吓着你吧？我没事儿。参见帝君。帝君料事如神，前日宫室被捕获的魔族奸细投诚招供，交出魔界兵防图的假消息，投诚是假，为我们除祸是真。人心难测，他们自然是心机。若要一一排查思玄所用无双镜画出的通道，彻查在仙界潜伏的内应，几日是查不出来的。他们既然选择自己动手，那定会清楚利落，永绝后患。各宫可还安稳？一切按帝君调度，叛军一与各宫奸细接触，便会被绞杀，各宫暂无动荡。这三人应该是来偷取魔界的兵防图，既然已经收网，那你们随本君去玉清宫上禀。是。桓钦还在魔界巡查，吾借封赏魔界之由，让邪神玄香上仙界一趟，吾倒要看看，他是否真的没有反叛之意。此次魔界已派300叛军窃取兵防图，杀人灭口。贼子已尽数羁押，思玄以无双镜破解了结界已封。只是，天魔结界乃是上世元尊冉青的元神所化，时间久远，若是魔界存心破之，迟早会找到新的破口，对吧？没错。修补元尊的结界，绝非易事。即便是倾尽仙力，力竭而亡，吾也未有十全的把握。此事，你让吾再想一想。结界之事解决之前，你将天兵天将调整至临战状态，一定要防患于未然，防止魔族的进攻。应元君，这仙界的上仙之，这是何人？严旦。严旦。无知仙使。玉清宫是让你打瞌睡的地方吗？见了帝尊还不行礼？
见帝尊，小仙是延续天宫的仙士，名叫颜淡。颜淡，是你赐名的那株四叶菡萏？是的，帝尊。他如今在延续天宫服侍，上次因抓捕魔族奸细有功，今日降服魔族奸细时，他意在侧，因而天兵将他带来了玉清宫，以备帝尊问话。颜淡，处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回宫？哦，好的，好的。颜淡祝帝尊一生平安，天寿未央。颜淡告退。站住！你有功啊，为什么要急着走？吾要赏你。不过，此时到了仙界宵禁时分了吧？应元君出入天机阁是要处理兵事，你呢？一个低阶仙士，为什么要去天机阁？小仙，应元君，吾记得你的仙士甚少，只有青云和陆景吧。此女化为人身之时，你救过她一命，现在又在你的延续天宫伺候，倒是有些机缘。如此趣事，怎么不跟吾说一说？帝尊，仙士调配本来就是微末小事。仙神不得有情，这是上世元尊陨灭之时定下的天条。此女若是对你动情，便是在挑战天罡。帝尊，请您为小仙做主。为了应元帝君的清誉，请您将小仙逐出延续天宫，也算救小仙一命。小仙原本是玄心崖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士，奈何突然有一日碰见了应元帝君，他欺负我仙贵，小仙一时激愤，便上前斥责，责怪应元帝君不该欺辱天庭神兽。奈何应元帝君堂堂的一个帝君啊，如此心胸狭隘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便把小仙调入了延续天宫，开始实施疯狂的报复。帝尊面前，你休得胡言。一宫之大，添砖补瓦，打扫拖地，洗衣做饭，全部由我一个弱女子来做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呀，帝尊。够了啊！你这小仙牙尖嘴利，颠倒黑白，分明是你损坏了本君的混元玉带，尚未修好，如今就想离宫。帝尊慧眼如炬，他怎会轻信？小仙没有胡说，帝尊，请您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，帝尊。那你深夜去天机阁，所为何事？是这样的，小仙最近写出了一出戏，名叫《创世英雄传》。这出戏是小仙为瑶池盛宴特意写的。可是白天的时候，延续天宫的差事实在是繁忙，小仙只能晚上到皮相殿偷偷练习。可奈何晚上的时候，月黑风高，小仙一时迷了路，便碰到了应元帝君与贼人交战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有一颗为六界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赤诚之心，便勇往上前。仅是如此吗？是真的，帝尊。若帝尊愿意的话，小仙可以现在为您表演我已经写好的段落。话说万年前，天地初开，日月混沌，人与妖。哎，好了，
小小年纪这般聒噪，别说应元君了，吾都想罚你。先是严旦，违反宵禁，殿前失仪，罚用灵书笔抄天条100遍，限明日午时上呈凌霄殿。是。有错当罚，有功当赏，小仙一定会抄写天条天规的。那，这仙器灵书笔是不是可以赠予小仙啊？应元君，勿忘了思玄的前车之鉴和天条的情戒。实属无奈，为了证明你我二人纯洁的关系，只好出此下策了。刚刚帝尊说的思玄，不是妙法阁的前掌事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说来听听嘛。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情有心伤，帝君难道无心吗？帝君，想什么呢？说来听听，分享一下。回宫。灵书笔，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个很厉害的法宝，没有想到只是抄抄天条就能得到如此厉害的法宝，真是赚着了。这笔怎么回事儿？心眼杂了吧？这个灵书笔重达1000斤，无法靠仙力御物抄写，只能用苦力了。不到10夜，你这胳膊就报废了。好歹也是堂堂6界的帝尊，怎么心思如此歹毒？严旦，不可编排帝尊。玉清宫里严刑无状，帝尊没送你去天星台，这已经是宽仁了。哎，我看你现在是过河拆桥，狼心狗肺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帝尊也看出来了，我们两个暗通款曲。要不是我演技好，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天星台等着受罚了。你这个人从玉清宫回来以后就神神秘秘、心事重重的，难道不会被帝尊说中了吧？你犯了情戒！活够了！哦，难道是你跟思玄？是我杀了他。你为什么？他犯了情戒，天星台上是我处决了他。冰锥刺骨入髓，反复无休，极寒刻骨，痛若凌迟，至死方歇。思玄在妙法阁当差数千年，多少上仙的法器都是出自他的手。他对再卑微的仙士都是柔声细语，关怀倍加。他受的这一些苦刑，皆是因为动了情。天条是修仙成神之本，不容例外，也不容打破。无论是人还是神，都会有七情六欲，
可天庭的规定不让神仙动情，这就违背了天性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应渊，从今往后，定要以你的母亲为戒，谁若犯戒，你也要亲手处置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的罪孽。我会杀了你。帝君，天兵处众将皆已到齐，正在院中等候。100遍，一个字也不能少。美军各拨出2支精干小队，轮班交替，于仙界各个要害之处防守巡逻，严查死守。天机阁天兵处如有进出者，除帝尊与4帝君外，都需要严格的盘查。如今情势微妙。小仙不得不问句不吉利的话：如若魔界率兵来袭，共同攻打东南西北4大天门，各军正值小队换班之期，是否会打乱我军阵脚？无妨。本军的兵书当中，讨论最多的就是多战场拉锯战，正好能解此顾虑。4节循环，这棋局又称长生劫。听闻帝君带着此局上下求索近千年无人可解，不知是哪位上仙竟将此局给破了。有朝一日，他要是获封上仙了，那仙界岂不是聒噪极了？这棋局，正如这棋面所示，看似巡逻防守的小队是贤妻废子，实则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。你说这破局者究竟是何人，竟如此高明？是啊。严旦，抄好了吗？你要是求本军帮忙的话，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，本军可以帮你抄10遍天条。方才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让你谨守天条，莫做出离经叛道之事。本君可真是想多了呀！以你的懒，再给你几万年也修不到上仙，连灵书笔都敢要，也不怕把牙给崩了。没规没矩，连个睡觉的样子都没有。做一粒偷笑八荒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，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
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际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一次看懂万物凋敝，而后轨迹都偏向你。望着你，是最近的远行，比苍生多一点爱你，但你为我离开你，像奔走在原地，云之缝隙，不得涟漪，是最坏的事情。明月过了，青丝沉入知己，也迷失在那些不堪一击。流水东去，一往唏嘘，看温柔无助般可惜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。九重天还真没有谁的字写的比你更丑。频频问际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向你迁徙。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生一地，不放肆与大梦不息。就往浮云皱皱。100遍天条。哎呦！啊！啊！难道是昨天我糊涂了？糊涂当中抄完的？还是又是那位仗义的田螺姑娘出手相助了？应渊这个小人，都承认小人了，还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没意思。严旦今时不同往日，一日更比一日厉害，我看了都替他开心。严旦没进野虚天宫之前啊，不知道是谁说他只有靠别人的命呢。谁能想严旦后来者居上，日后恐怕芷溪得靠着严旦了。芷溪啊，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严旦才是双生莲中的强者。这些话是谁和你们说的？此次肃清仙界，偃虚天宫仙士严旦扮作妙法阁副掌事，除奸除魔有功。天机阁外为保仙界机要，助清离帝君应渊，剿灭魔族乱党，忠勇可嘉。吾特赐灵书笔一支，可为仙官仙士表率。原来整个天宫都已知晓我的无能了。芷溪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
来你的妹妹拿你的无能邀功去了。你堂堂一个副长室，居然要靠一个仙士来救。你妹妹在帝尊面前邀功请赏，与自己的跟班编排你的无能，你还真是不辜负我的期望，把我妙法阁的脸都丢尽了。知道你怨恨不甘，可这羞辱你的告示是帝尊亲手所书，你任意揭落，可还把天条戒律放在眼中吗？芷溪知错，知错，那就捧着它，跪足3个时辰，让那些路过的仙士都来你身旁看看，你的好妹妹对你有多好。芷溪仙官，那些混账话都是平日里开玩笑说的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颜淡平日里和你们说我是弱者，是无能之辈，拿这种话开玩笑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没说过。走。颜淡平日里最在意这个姐姐，要是她知道我们说错了话，闹了这一出，那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。过几日瑶池盛宴，一切顺心顺意，芷溪自然就释怀了。你可别再多说话了啊！好。原来我对你的种种，在你看来不过是玩笑罢了。我说你这个小乌龟啊，是我辛辛苦苦的带你脱离了苦海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对吧？你现在已经是一只大龟了，你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一下你的恩公，不要乱跑了，好不好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体内燥热？要不然我给你扎几针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一个汉旦，我听不懂你的龟言龟语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让黑土来治你。你们这些水族小弟都一个德行，明明该你们哄我，每次都让我去哄你们。算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于墨，你果然在这儿。说好了一起吃夜宵，你喝什么呢？你居然在喝酒！你才多大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开始学喝酒啦？这个东西虽然不好喝，可喝多了会使人快乐。快乐什么快乐？别喝了！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不愿让仙界的人想起他们，但是我又想让他们想起他们。他们为了仙界，为了盟约，不惜牺牲一切，甚至牺牲掉自己的命。可是到头来又换来什么呢？我甚至从来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，以后也再也见不到了。